致命病毒席卷全球，然而比病毒更可怕的却是人心。当活着成为一种奢望，人类究竟能做出多疯狂的事情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故事——末日病毒。一种高致命性和传染性的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。为了避难，布莱恩带着女友波比、弟弟丹尼以及他们的朋友凯特开车前往海龟滩避难。途中，一辆汽车拦在公路中央，负责开车的布莱恩让大家赶紧摇上车窗。随后，布莱恩要求对方把车挪开，可是男人却走了过来。他叫弗兰克，汽车燃油耗尽，才不得已停在路边。现在他想用食物和布莱恩交换一些汽油。波比表示他们的食物很充足，不需要任何交换。与此同时，凯特也发现了异常，车厢里的小女孩探出脑袋，她戴着口罩，上面被血渍污染，显然小女孩已经被病毒感染。见弗兰克拿起扳手，布莱恩猛踩油门，最终有惊无险地离开。尴尬的是，没开出多远，汽车就抛锚了。失去唯一的交通工具，大大降低了他们在末日世界里存活下去的概率。丹尼是大学里的高材生，一番检查发现是发动机坏了，修都修不了。丹尼提到弗兰克的车，他只是缺油。四人一合计，戴上口罩，提着消毒水，步行来到弗兰克面前。布莱恩掏出手枪，威胁他最好把车让出来。弗兰克却说他捡到一部收音机，得知所有幸存者都在往法明顿赶。据说政府在一所学校里建立了紧急防疫中心，研究人员已经找到新血清，研制出了新疗法。他和女儿正要去那里。波比不想浪费时间，希望布莱恩一枪崩了弗兰克。僵持之际，丹尼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大家可以一同前往。防止病毒传播，他们将父女二人隔离在最靠后的车厢，中间用塑料薄膜隔开，最后再用消毒水给车全面消杀。完事后，一行6人开车朝着防疫中心进发。夜幕降临，他们在野外露营，等到天亮再出发。小女孩对车上的照片很好奇，丹尼说那里就是海龟滩。小时候，父亲每年夏天都会带他和布莱恩到那片海滩上玩耍。说话间，附近出现2辆车，担心被人抢走物资，众人连忙扑灭火堆。很快传来一声枪响，逃下车的男人被身后的人击毙。显然，末日世界里这种残忍的物资抢夺战每天都在上演。第二天，他们终于抵达防疫中心。波比主动提出要留在车里照看小女孩。布莱恩叮嘱波比不要离孩子太近后，便和其他3人进入大楼查看。里面出奇的安静，床位上血迹斑斑，看不到任何病人。布莱恩失望地笑了笑，认为这里也已经沦陷，打算离开。可凯特不愿放弃，这里面积很大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检查。突然，一道人影闪过，4人一路追到了体育室。没想到在这里竟找到了仅剩的一名医生，在他身边还有几个小孩。弗兰克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的女儿已经感染1周时间，再不打疫苗恐怕来不及了。然而医生的回答却让弗兰克大失所望，他们的确发明出了疫苗，但是并不能彻底消灭病毒，只能将病情稳定3天，最后还是死路一条。早已被病毒感染的医生彻底绝望了，他拉上窗帘，准备和这些孩子一起自杀。弗兰克本想阻止，医生却说防疫中心包括疫苗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已经消耗殆尽，有时候选择活着其实是选择更痛苦的死去。医生的一番话让弗兰克不得不接受现实。波比这边，他和小女孩相处的还算融洽，没想到女孩突然哮喘发作。见状，波比做好简单的防护，摘下了塑料薄膜。结果刚摘下女孩的口罩，就被她的血喷到了身上。见布莱恩等人已经返回，波比连忙擦掉脸上的血，把塑料膜粘好，最后脱下沾血的外套，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。此时，小女孩的状态好了一些，她告诉弗兰克想上厕所，担心布莱恩他们会把车开走，弗兰克只好让女儿独自下车去解决。可女儿刚走几步就瘫软在地。没办法，弗兰克只好带他一起去。果然，2人刚走，布莱恩就准备抛弃2人。尽管丹尼不忍心，可惜没用。而弗兰克早料到会这样，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。不想让女儿有所察觉，弗兰克只好唱歌吸引她的注意。离开城市后，丹尼和凯特负责对汽车重新消毒，波比则趁大家不注意，偷偷将带血的外套扔到汽车底下。要想去海龟滩，最快也要2天时间。路过一个高尔夫球场时，4人决定在这里过夜。
波比因为担心自己被感染，始终心事重重。而布莱恩在检查游泳池时，无意间捞到一具死尸，吓得脚下一滑，眼看就要掉进水里。幸亏丹尼及时出现，拉了他一把。随后几人在偌大的高尔夫球场尽情玩耍，只有波比提不起劲，排斥与布莱恩亲热不说，还莫名其妙骂了他一顿。此时的布莱恩还不清楚波比异常的原因，转头就和丹尼凯特他们打起了高尔夫。期间，一颗球打碎窗玻璃，落入某个上锁的房间，里面储存着各种物资，还有武器装备。显然，高尔夫球场早就有了主人。晚上，这些人果然回来了。丹尼和凯特率先发现不对劲，连忙躲进厨房。很快，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手持枪械找了过来，最终两人行踪暴露。布莱恩这边，他发现门口停着一辆货车后，便悄悄靠近车辆，暗中观察。听到车厢里的马传来动静，一个身穿防护服的人过来查看，结果被布莱恩制服。对方连连求饶，说他们到外面找了好几天补给，才刚刚回来。尽管布莱恩抢占上风，可其他3个小伙伴早已落到对方手中。布莱恩别无选择，只能投降。为首的是一个叫汤姆的男人。原本他们让成员拉里留在高尔夫球场看守，可现在人却不知所踪。汤姆不由分说，狠狠教训了布莱恩，逼问他对拉里做了什么。此时大家才反应过来，早前在游泳池里发现的尸体很可能就是拉里。为了自证清白，众人来到游泳池边。丹尼解释称，他们来的时候拉里已经死去，看样子是感染了病毒。听到这儿，汤姆的小伙伴转变了态度，认为拉里在他们离开之前已经感染，只是选择了隐瞒。尽管如此，汤姆依旧要把布莱恩4个人赶走。没想到的是，同伴因为太长时间没有释放，见到年轻貌美的波比和凯特后，难免精虫上脑，坚持要把2人留下。虽然这不是汤姆的作风，但眼看自己的统治权受到威胁，最终只能选择妥协。为了确定波比和凯特没有被病毒感染，汤姆要求2人脱掉衣服接受检查。波比慌了，可他根本无法反抗。布莱恩正在等待反击，可当他看到波比胸口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上面已经开始溃烂。现在女人不女人的不重要，保命才最关键。就这样，4人全被赶出高尔夫球场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汽车没被这伙人扣下。途中，车里的氛围让人窒息。坐在波比旁边的凯特嘴上不说，但畏惧以及不经意间厌恶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。路过加油站时，凯特第一个冲下车，随后他找到丹尼，明确了自己的立场：如果不抛弃波比，大家可能都到不了海龟滩。希望丹尼能和布莱恩好好谈谈。然而，丹尼刚开口就被布莱恩粗暴打断。女友被感染，加上找不到油枪钥匙，已经让布莱恩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他催促大家赶紧上车，然而车子没开多远，布莱恩又突然停下，他让波比下车。波比主动提出坐到最后一排，结果还是被布莱恩果断拒绝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他只能把波比赶下车，并且留给他一些水。可是波比不愿放弃，哭求布莱恩不要抛弃他。然而示弱的举动却点燃了布莱恩心中的怒火，呵斥波比不该隐瞒，直到现在依然谎称自己没事儿。最后在波比的哭诉中，布莱恩开车驶离了加油站。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，雪上加霜的是汽油所剩无几。就在这时，对面迎面驶来一辆汽车，为了活下去，布莱恩直接把车截停。丹尼尔下车交涉，但对方表示并没有多余的汽油。眼看对方不为所动，丹尼换了一个套路，谎称车上的妻子有孕在身，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地方让她生产。结果对方一听，不仅不同情，反而要掉头跑路。这时布莱恩终于出手，连开数枪杀死了女司机。可没想到女司机的同伴也有枪，趁其不备击中了布莱恩的腿。倒地后，布莱恩开枪送走了对方。哥哥激进的做法让丹尼一时难以接受，凯特则无比淡定，拎着塑料桶要去装对方车里的汽油。丹尼再也无法忍受，和布莱恩发生了争执。而面对弟弟的控诉，布莱恩也瞬间失控。在他看来，丹尼表现出来的善良不过是伪善。当他拼命时，弟弟只需袖手旁观，有些不好的事情必须有人来做。这个人注定是他，而不是丹尼。当初他们的父母感染后，是布莱恩偷偷拿走手枪，把他们丢在家里等死。丹尼从未做过令人痛苦的决定，只需天真的认为父母还能活下去就可以。就连赶走波比这件事儿，也是布莱恩来做，丹尼只需旁观。相比做决定的布莱恩，丹尼更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。
继续前行的途中，布莱恩因为腿伤开始发烧。经过郊外一座小木屋时，丹尼打算进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药物。木屋大门紧锁，好在2楼的窗户开着，丹尼顺利爬了进去。不料眼前一幕吓了他一大跳，女主人死去多时，现场惨不忍睹。然而更恐怖的还是后面，丹尼小心翼翼来到卧室，发现狗竟然在啃食男主人的尸体。幸运的是，柜子上确实有一些药。就在丹尼悄悄收入囊中时，却意外碰倒了一个药瓶。听到动静的狗子瞬间朝丹尼扑了过来。危急关头，丹尼只好开枪保命。危机解除后，丹尼连忙帮布莱恩处理伤口，结果却发现哥哥也已经被感染，可能布莱恩自己都没意识到。丹尼连忙戴上口罩，见弟弟的目光落在了手枪上，布莱恩连忙往里面推了推。很快，凯特也猜到了，两人并没有抛弃布莱恩，而是把他隔离在汽车后座。当晚，3人围坐在火堆前，布莱恩由于体力不支，渐渐昏睡过去。凯特用眼神示意丹尼悄悄拿走布莱恩身上的手枪和车钥匙。犹豫片刻，丹尼还是照做了。就在2人拿着车钥匙准备离开时，布莱恩突然叫住了丹尼，可丹尼依旧上了车。然而汽车根本无法启动。原来布莱恩早就留了一手，丹尼拿到的其实是假钥匙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凯特把手枪递给丹尼。布莱恩告诉弟弟，要么带他一起去海龟滩，要么就开枪杀死他。最后丹尼选择了后者。在焚烧了布莱恩的遗体后，丹尼和凯特继续赶路。故事最后，2人顺利抵达海龟滩，这里是难得的净土，可丹尼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失去布莱恩的陪伴，留下来的只有无尽的孤独。影片通过4位主角对病毒感染者的态度来对人性进行评判。如果活着的代价是牺牲人类的一切情感，那么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影片中逐渐勒紧的人性口袋让人透不过气，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，有为爱奉献的人，也有只爱自己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又会如何抉择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